在跨专业考研压力这么大，考研时间本来就挺紧，你还因为种种小事情跟我闹一些别扭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太累了。你说你累，我天天早起晚归的，不都是为了你吗？而你做了什么，天天冲我发脾气？你现在如果跟我计较这么多的话，我以后都还给你。我做这么多，不是想让你还给我什么，不就是想让你对我好点吗？我知道考研压力大，但考研压力大也不应该这样啊。我考研不单单是为了我自己，也是为了咱俩以后生活着想。像你当初对我那么好，现在变成什么了？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我看你各种考研压力大都是借口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这是一段校园恋情，单纯当中多了些复杂，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来自校园的恋人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明25岁，来自吉林，是一名学生；女嘉宾小丽23岁，来自河北，也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应该大学是一个学校的，对不对？是我们是一个学校。大几的时候好上的？当时我是大4，你大4，他大4，我大3那会儿。那会儿是哪会儿啊？就是去年他大4，我大3，然后我们在图书馆，我那会儿去图书馆看书，他也在图书馆，也在我那个对面坐着，他学习挺认真的，我呢比较爱吃零食，就在那一边吃零食一边看书。早上也是去看书嘛，没吃饭，直接就去了。我看他在对面正在那吃东西呢，我觉着就肚子就饿嘛。他肚子咕咕叫，我听着挺不得的。你都听见了？可不嘛，那得叫成什么样啊？图书馆挺安静的，那肯定能听见呀。我都带了挺多零食嘛，然后我就说给他一袋，他那会儿还挺不愿意要。后来我说你回头请我吃顿饭得了，然后他又要了。我管他要了个电话号，我从小就不喜欢欠人东西。你打小靠这手段骗过多少姑娘啊？怎么就那么巧啊？还不要？是啊，然后约出来了，要了我电话，还真给我打电话了。我觉得这个人挺认真的，又挺爱学习。请你出去你就去啊？可不嘛，我觉得他挺认真的嘛，学习又这么诚信啊。你们在一个学校那3、4年都没见过是吧？是啊，就那年。也是缘分哈。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姑娘挺不错，挺善良的，然后慢慢顺理成章就走到一起了。当时我正准备考研呢，因为我附近同学该出国出国，该考研都考研了啊。我觉得自己压力挺大的，我就给自己找个出路嘛，赶紧准备点资料，赶紧去学习。对，他就去图书馆了，然后后来我们就相识了，我们就认识了。他那会儿对我特别好，天天我说吃什么他都给我买回来。我估计这研肯定考不上了是吧？不是，那会儿学习也挺认真，我们一起去图书馆看书。我说8点到，他7点50就等在那儿，还提着早饭。冬天冷凉了，他还给我捂热了给我。结果现在呢，他现在变成什么了？他根本就不接我电话接完电话他就跟我发脾气。你现在是工作了，还是说还在复习考研，还是考上研了？我现在第2次考研了。你为什么不接人姑娘电话？一天我是早出晚归的，我早上出去上自习，然后又上考研课。他倒好，没事大事小事给我打电话发微信。我看不着微信归钩了。不应该吗？不应该互相关心吗？关心是可以关心啊，你挑时候啊。是你给我交的考研班的钱，你不知道我正在上课吗？我给你打电话你在上课，你下课给我打电话不行吗？为什么是他给你交的考研班的钱呢？你家里交不起吗？我家里条件不是那么好。再说我以前那个得过病，大4休学就是因为第1次得病嘛。第1次考研初试过了，复试也没去成。怎么了？他那会儿不知道怎么了，反正跟我说后来得了个病，还动了手术。你们俩那会儿谈恋爱了吗？是啊，那会儿他动手术你都不知道？我知道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起的。后来他跟我说了，他说得了腮腺囊肿，然后动了个手术，这儿还留了疤。我第1次考研不是压力大吗？那2天净头脑热的，这儿就鼓个包，然后慢慢它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然后我就赶紧上校医务室去看看吧，校医务室就治不了，劝我赶紧回家去上那医院看看啊。回家然后县医院也去了，市医院也去了，治不了这病。我父母着急，就带我去省医院去了啊。省医院拍片说是肿瘤，恶性的，给我爸妈吓坏了。医生说是要动刀拿出来看看，做个病理，到底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。然后当时这儿缝了10针，
后来那个大夫检查完之后说是腮腺囊肿，就因为这个我耽误了第1次考研，是我还耽误了大4论文。是他那会儿是有一个他说得了腮腺囊肿，结果这还留个疤，现在他总是指给我看。然后说是需要长期调理，然后我现在做兼职，给他买营养品还这个考研费。我做了多少兼职，受了多少委屈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你现在这样对我。对啊，这个兄弟你这就不对了，人家姑娘对你也算不离不弃了，你干嘛不搭理人家啊？那你知道我受了多少委屈吗？我做服务员，顾客吐了一地喝醉酒，你说我去擦，让我去擦，多恶心！你说我受得了吗？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儿啊？我全为了你啊！你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吗？总说考研为我付出这么多，报考研班为我交钱，你为我又买衣服，为我又买营养品。我一个男人，我第2次大4了，第2次考研了，你知道我心理压力多大吗？你总说为我。你是压力大，那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难道你体会不到吗？来，姑娘，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吗？不吵了啊，知道你的付出了。小伙子家里条件应该不是特别好，是吧？是啊。但是你不嫌弃他，是不是？我不嫌弃他呀，但是我家里不太同意。啊，你家里也知道这事儿？我家里也知道，他去过我家2次了。觉着他家境不好，然后又是外地的，以后不知道什么出路是怎样的。家里不太同意，所以他跟我说生病花了家里那么多钱，现在考研不想花家里钱了，所以我就直接借钱给他报了考研班，他报了那么贵的考研班，我想让他一次通过。我知道他努力学习那么努力，我觉得他肯定能通过。当时他跟我说他以后会对我好的，结果现在变成什么样了？我当时那么幸福感觉。我考研不也是为了咱俩未来吗？我为了在你父母面前证明我自己啊！你总说埋怨我，我也在为咱俩之间考虑嘛。你说你压力大，那我请你出去看电影，跟你散散心，缓缓心情，换种脑子，更有效率的学习，不行吗？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难道你连这点时间都不愿意给我吗？我现在是特殊情况，你总说你啥特殊情况？第2次考研了，2、3个月了。哎呀，你第1次不是生病吗？哎呀，他第1次是本专业，他第2次他这是跨专业。他说他压力大，他压力有那么大吗？我可不可以这么认为啊？我不知道我听明白没有。姑娘心里很委屈。是啊。你找了一个男朋友，家庭经济条件不是特好，你家还不同意。可是你冒着家里不同意的这个风险还跟他在一起，对吧？而且他因为生病，家庭条件不好，你还帮他出了考研的复读费用，打了很多工，吃了很多苦，是这意思吧？可是这小子呢，说他考研压力大还不理你，是这意思吗？你有点受不了了。是啊。你是觉得你第2次考研，你不能原谅自己，是吧？是。你不打算谈这段恋爱了，是吗？我也不是不打算谈这段恋爱，我是第2次考研了，不可能考第3次了。再说我家庭情况不好我不可能说是因为爱情我再耽误我1次考研的机会。那你的意思就是？我那意思，我跟他先分开一段时间。你跟我分开一段，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竟然想跟我分开？你知道吗？我为你付出多少？不是，你打算分手到什么时候？打算分手到考完研之后嘛，然后再好。考完研我还要复试，然后复试之前，我觉着我第1次考研复试我没有去参加过。这么爱你姑娘，你谈恋爱你不影响你考研啊？现在感情已经影响到我学习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给我说怎么影响的？他为我交考研费，为我那个去打工，还为我买衣服、买营养品。我一个男人。旁边的我同学都挣钱了，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打工去挣钱，去给自己赚钱买一些东西那你就去呗。他给我做这些，我觉得心理压力特别大我自尊心我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心考研呀！我现在我特别自卑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挣钱，我替你。呀，你只要一心考研，你考上，你以后对我好就行了。我为你买衣服。你照顾不好自己，我为你买衣服不行吗？你能跟他分开吗？不能，我为他付出这么多，我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分开呢？对，你就是自卑是吧，兄弟？我现在我挣钱的年龄了，他挣钱总为我付出。不是你挣钱跟谈恋爱不矛盾，但是我不希望女人给我买东西。那以后就别买了，
不行，我得给他买。他照顾不好自己啊，他天天考研，他天天说他没时间。不是，我要给他买晚饭，我给他节省去宿舍的时间都不行，他就不能用吃晚饭的时间跟我在一起去。好，一定要分开是吧？我现在主要是考研2、3个月了嘛。我看你们有什么本事，能让他改变了。3位老师，我就佩服你们了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印象当中啊，这是我在爱宝听到的最拧巴的一件事儿啊。我们肯定不能那个分开哈，我们得有一个理由啊。我为他付出那么多，我怎么能轻易分开呢？你说？对啊。以前他对我那么好。对啊，他凭什么不让咱们给他买东西啊？就是。必须买。我就应该照顾他，我们是情侣啊。哎呀，我要是他爹，我得上吊去。我养一闺女都不知道给我买东西，天天就那么一臭小子追着屁股后面送礼。但他以前对我特别好啊。我们是要分也要分个明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不能分。我们不分，但我们得问个明白，对不对？那你别说话了啊。兄弟，我知道你是志在高远，对不对？你也是个男人。我也为了我俩。稍等，考研的事儿还真不一定是为你们俩，至少肯定是为你自己，对不对？是。当你的同岁的人呢都已经挣钱了，你还没有，你非但没有，你还用着女人的钱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是我愿意的。你能不能不说话呀？而且你家里给你的压力很大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也耽误了1年时间了，对吧？对。所以此时你3重压力，你想减压，对不对？对。减谁呢？那只能先减自己女朋友的，你别给我买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现在就你给我的这份这个期望也好，付出也好，你现在先不要给我，因为在我看来，压力。对，同学们那没法办啊，对不对？人已经要不出国，要不已经考上研了，对不对？还挣钱了呢，家里那也必须得要完成，所以你只能欺负他了。我不相信你那么不通情理，人家给你付出了，交考研费、买衣服、营养品，还要给你买，不行。一面我也不想见你，你这是找自尊呢，对吧？因为其实归根到底，你对自己没有把握。你要真有考上研的把握，你不会这么对的。我知道你现在蛮无助的，自己心理上或多或少啊有一些障碍，所以你这会儿其实应该是他最好的一个心理辅导老师，对他带的方式要有所调整，不要时刻提醒他，考研费是我给你的。啊，你的衣服我给你买，营养品给你供着，你可不能失败哦。3重压力都是说你不能失败，但恰恰就少一个说你可以失败。路有很多，摆在你面前的不是仅仅的考研那条路，你还有很多路可以走，至少你还有我。无论你考上与否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这不是说我给你做了什么，给你花了多少钱，而是说我始终在你身边，我就是那个最理解你的人。可惜你没有做到。这个孩子唯一出路，其实很大一部分就在于你给他的支持体贴。那会儿你才真正的是爱他，那会儿他真正知道他会感谢你的，而这孩子一定是一个值得感恩的人，好吗？现在控制好节奏，把握好尺度，你们俩在一起没问题。你们之间现在不是谈恋爱，你们现在是交易，你是在做投资，你的投资对象就是他。我觉得在你的性格和骨子里有一种拯救欲，我相信你在跟他的时候，你一定看到他很多可怜的地方，你觉得你有义务去帮助他，然后他但凡给你有所回馈，你会觉得非常的开心，你的价值得到了体现。这种并不是爱情带给你的，而是你的拯救欲获得了满足。所以你们之间现在的感觉就是一个拯救和一个拒绝被拯救的事情，你们之间没有爱情，这就是一种投资。你投资，然后希望他对你感恩戴德，你看到他开心，实际上是满足你自己的拯救欲，其实就是这么简单。你没有关注他怎么想，他作为一个男人，他愿不愿意接受你的帮助。你们两个人其实都在彼此消耗你们的能量，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方式。当然你跟他去诉说，你拒绝收听，因为如果你接受他的采纳的话，你的拯救欲没有办法完成，所以这是你很重要的一个性格隐藏在你心里的一个问题。如果你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那么你换了一个男朋友，但凡你男朋友下一个男朋友还有点可怜的时候，你马上拯救欲完全又被燃烧起来，咔嚓你又多一儿子，
要善于倾听你爱人的心声，否则你将拒绝良性的循环。希望你能反思一些。他要是没考上研，你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严重的问题？我相信我一直。如果他没考上，你怎么办？即使没考上，我相信他很努力。我觉得不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你已经成为他考研所有的阻碍。如果他没考上，你怎么办？你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对吗？所以说，准确的来说，你还不是投资，你是在扶贫。但爱情不是扶贫，如果爱情是扶贫，最后就一定是富而不富，贫而不贫。我们可能每个人的眼光当中都认为这个男孩子很有志气，但为什么一个这么志气的男生，在功名和爱情面前变得这么冷漠，出身贫寒，最初对你是感恩的，但为什么赶着赶着到了最后，把功名放在了所有的前面？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男生，我不知道说他们什么，我也没必要去谴责他们什么，但事实变到最后，往往像你们这样的关系，到最后就是拯救的被拯救，感激的不再感激。不管你是投资还是扶贫，一直以来你是希望他好的，不遗余力的希望他好。他追求功名也没有错，想要出人头地也没有错，但是当两件事情发生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截然的把功名放在了前面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如果他没考上研，你就罪该万死。即便他考上了研，你们一直接着往下走，如果在生活当中，在工作当中出现了所谓的面子的问题和自尊的问题，又或者在人生道路上碰见了一些歧视或者是拦路虎，他一样会把功名放在前面，而你会放在后面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事例。不要把自己当上帝吧，你拯救不了任何人。其实你在整个扶贫的过程当中，在物质上你是富的，他是贫的，但其实在自尊上你是贫的，他是富。当你反反复复的说我付出了这么多，我不可以分手的时候，你已经是跪着的。考试的压力可以理解，人生的出路也可以理解，但是难道一个女人对你的这样的好不值得你骄傲吗？她对你的考研就会有这么大的阻拦的作用吗？我不觉得。而且我还有一点我特别想问，即便是她避开你，在考研前的这么一段时间都避开你，你不会想她吗？更何况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语言的交流的过程当中，我丝毫没有感觉到他对于你有任何的羞辱。也许他是用一种非常不懂事、非常不成熟的方式，让你感觉到了一个男生的自卑。但是你的那些自卑大部分是你自己找的。你跟你的那些同学比什么？他们有的你或许现在没有，但你有的他们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有，就是有个女生这样对你。你说呢？是。但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那种扶贫之后的不知道感恩，扶贫之后的那么现实，把所有的出人头地和感恩都放在爱情之上，这个人再成功都是可怕的。如果你内心对他还有一点爱的话，如果你内心确实觉得面子比自尊重要的话，那你就跟他说，我去考研，我们冷静一段时间，将来我赚了钱，我把考研的钱还给你，我这一辈子忘不了你曾经对我的帮助，但是我们应该分开。但如果你内心真正的是爱他的话，你要永远记住，出人头地固然重要，但是这样的一段感情比出人头地更加重要。你说呢？就这样。说几个生活里面最朴素的道理，姑娘。大多数父母反对的总是对的，请你记住。好多年轻人说我不信这个，吃亏了。第二条，在恋爱的过程当中，一个女生学会矜持，别来不来的就这么付出，最后受伤的一定是你，好吗？好了，
我不知道最后这点时间对他们意味着什么。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我平时考研是压力大，但是我感觉你对我的关心，对我的给我送饭那一段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我一想到你对我付出那么多，我挺感动的。但是我现在在考研，想让你体谅一下我。我知道你考研压力大，我也能体会到。但是你哪怕对我有一点点的关心，有一点点的爱护，我感觉做这一切都觉得值得呀。我为你做这么多，我完全全是为了你啊。现在考研压力这么大，以后社会压力更大，那咱们的生活该怎么办呀？你考上研究生，找了好工作，赚得了钱，咱们在一起了，但是咱们再接着面临的就是社会的问题啊。哎呀，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挺拧巴的一对恋人，既单纯又复杂。请关门。单纯是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，复杂是他们处理情感的一些方式和手段。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请开门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请开门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来，姑娘，来。爱我，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别恨他啊！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啊？先擦擦。他不走吧，他面子上下不来。哎，你是说一个男人，你3、5个月不见这个男人，你就会要死吗？那么没出息吗？是吗？那情侣间不应该我问你见面吗？是还是不是？反正就是想情侣之间，在中国60、70年代、70、80年代的时候，很多夫妻1年就见10天面，不影响他们的感情。一定要见吗？一般我都愿意见。哦，那是你愿意见，人家不是选择了这个了吗？就一个建议吧，今天就让他去吧，你也别找人家了。考完研，如果他对你还有心，他会重新回来找你，你就等着那个爱情的到来。如果他真的对你没心了，今天有些老师的话，你就好好在脑海里面过一下，为你未来的生活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。我们干嘛去拯救别人？先学会拯救自己，对自己好，可以吗？来，有什么话跟他说吧。还是希望你能努力学习，能考上研啊。但你也要想象我的好啊，我为你付出这么多。好了好了，后面的话就别说了。谢谢你能来啊，祝你生活顺利，请回。是不是你的我要有2个相反？你为我付出那么多，我承受不了。我不想你因为我考研而那么累。报考研班的钱，我会考完研之后找到好工作了，慢慢都还给你的。好了，